鬼差开路，相见黄泉。已见黄泉，鬼差何在？持伞避阳。黄泉的鬼差身上果然是一股阴气，看起来比我们暗河还要渗人。主人派我等在此等候许久了，暗河大家长。素闻黄泉的主人神通广大，居然早就猜到了我们要来此。那便还请大家长和苏沐雨家主上船。公子便是这一任苏家家主苏沐雨了吧？公子长得真是俊秀啊！公子怎么如此冷漠？是因为与小女子不相熟吗？这样，公子可愿多说一些？不与公子开玩笑了。姑娘会变脸？你确定我就一定是姑娘？还真给我搞糊涂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女子名叫红衣。见了鬼了！穆家也会易容术，但和这红英比起来，相距甚远啊。我们一个叫持伞鬼，一个叫送葬师，在我们面前装神弄鬼，还真是有趣。进去看看。哎，你就是这黄泉当铺的主人？等等！算不清楚，不算了，把他们都给我杀了！掌柜的所言可是当真？杀了，一了百了，死不认账！遵命。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再战，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苏沐雨。老子苏长河，哼，
很好，一听就是要名扬天下的名字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很好，的确是两个了不起的家伙呀。那便期待我们的下次重逢。苏沐雨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但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暗河便没有执三鬼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转手卖给守月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，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日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但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的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再见，苏沐雨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任务，一起去洛河城杀那贪污赈灾粮的李欢吗？明明一件便可解决的事情，你却硬要顺藤摸瓜，将他在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一并拿走。结果呢？我们被32名六扇门捕快围攻，差点就要死在那府寨之中。那不是因为……闭嘴！大家长身上的毒，神医方才可治好了。算是暂时压制住了吧。我对大家长用过移魂大法之后，雪落一枝梅的解毒方式，便又有了几分眉目。多谢神医了。
奎大人，我忽然想起来，那日我离开药府的时候，在门口遇到了一个手拿法杖的人，那个人是你们苏家的？那是哲叔。哦，他就是上一任的奎了吧？看来神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你不问问我，为什么这么想知道原因？这是神医的秘密，我不会多问。你不是说你们暗河的奎都会守护大家长至死方休的吗？那为什么他可以退下来？没有人知道，这是哲叔和大家长之间的秘密。我知道，我在大家长的记忆里看到了，哲叔为了保护大家长，受了很重的伤，所以大家长就给了他允诺，只要他们都能够活下来，就准许他卸去奎的身份，还给他自由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还是没有走。筑巢之中有一条密道，那条密道很长，直接通往城外的三里亭。哲叔，不如我们就兵分两路，你直接去三里亭候着，杀了那个小神医，我去筑巢夺取梅龙剑。哎，苏家里面有那么多高手，啷子总是我们两个跑腿？你是这次苏家的指挥，你倒是多喊得赢啊！我以前是无名者嘛，韩主家的那些兄弟们出工出力，他们都不爱搭理我。我和你出生入死这么多次，信得过你吗？你这个乱子，我晓得你在筹谋点什么可怕的东西，我不管你，我也不拦你，我只是个没得感情的杀手，我只做硬物，不讲别的。哲叔，苏家之中我最欣赏的就是你了。哼，你可别死了，加油！哎，银这个肩膀上有3把火，不能乱扑，要是扑灭了，银就真的死了。这托贝阿罗真是难缠。穆家的人呢？穆千阳和穆雪薇一度突破防线，但还是被拦下了。大家长被带走了，其余的人被朱影12校打退了，不知所踪。先回驻地，寻师傅禀报此事。是。苏昌河，病死鬼谢繁花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看来你们这是进攻筑巢失败，败退了。你来此是要拦我的去路？非也，我就是想去筑巢看一眼。再次遇到你，纯属偶然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请送葬师把路让开。你都叫我送葬师了，虽说我不是刻意来找你的，但既然见到，总得有所表示吧。你也算是谢家的一代翘楚了，不如我来给你送送葬。那你便来试试。从一开始就在这傻站着，一起上啊！繁花师兄，方才我一直都在观察苏昌河那寸指尖的破绽，如今终于找到了眉头，还请师兄为我来开路。好。
他是谢霸最钟爱的徒弟，杀了他，等于向谢家宣战。就说是我杀的，宣战怕什么？谢霸要宣战的是整个苏家，我不怕他宣战，只怕他胆子太小。我走了。等等。戏还是要演足的。跨过安河，便会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，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。有人来了，速走。唉，可惜了。谢家这代中有意思的人不多，你勉强算一个。若你不是这般病死鬼的样子，我还真想痛痛快快的和你打一场。哈哈哈哈，真是让人没有想到啊！暗河的送葬师也这么的多愁善感。是你，穆家家主穆子哲。你杀了谢繁花，谢霸不会放过你的。在此之后，暗河之中谁又能放过谁呢？或许以后所谓的三家也就只剩下一家。剑已出鞘，何必藏其锋芒？你是穆家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家主，难道你不想成为暗河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家长吗？你这个人啊，还真的是挺有意思。我是来杀你的。哼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想杀了你。其实，你们口中的哲叔，他是我的父亲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打探他下落的原因。我的母亲什么都没有告诉我，只和我说他是暗河的魁。这不可能。我不是说笑，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暗河中人从不与外人通婚，之前也有人打破这规矩，和暗河之外的人成婚生子，但结果却是，其人连同他的一家妻儿老小，皆被抹去了。哲叔是曾经的魁，如今在苏家的地位一时不低，不可能在外有女儿的。哈哈，我方才是与你开玩笑的嘛，你还这么一板一眼的认真回答我。你们暗河的魁不是接任大家长的候选吗？那大家长为什么不直接传位给你？这样不就破局了吗？我并非暗河三家本族中人，我是无名者出身。暗河之中，从未有无名者接任过大家长的规矩。所谓无名者，都是孤儿出身，经过试炼后才得此姓，名义上加入了三家，事实上却仍不被视为真正的族人。当年也是因为情况特殊，大家长才让我继任为魁的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想把位置让出去，大家长，大家长却没有允许。方才我就想说了，既然受了伤，你在我一个神医面前装什么？抱歉，方才那一战耗费了不少精力，实在是因为担心大家长那边，勉强撑着。那现在呢？撑不住了。我来帮你瞧一瞧吧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上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，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
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驾！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这，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“老师”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芷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，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？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亏。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。
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长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。死之前，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两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三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。行，则将至。驾！先中毒，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我派人传了封信，
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。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。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，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小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
曾记得昔日的人，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。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妇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逵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上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。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嗯。